冯小兵到。你叫谁？1947年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后被国民党保密局辽阳站招募为特工。国民党溃败以后，奉命化名潜伏到春城，河北邯郸人，冯家3代单传的独苗，在老家新婚不久的媳妇叫春妮儿。还要我继续读吗？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那你好好想想，你是要替国民党反动派殉葬，还是争取立功，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我立功，我立功，我立功。刘科长，有一套啊。嗯，你以为只有陆凯有手段？你还是男人吗？哦，对，你不是男人，你是太监。老子是太监，你信不信我弄死你？来，有本事你就过来，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证明你不是太监的。松开吧，一会儿人死了。淘气。幸好还活着，把他带走。受不少苦吧？咱们俩可算是孟良交战，谁也离不开谁了。先别急着谢我啊！今天救你的主要功臣那是刘宁，回头出去好好谢谢人家。你能先把我放下来吗？渴了吗？我给你倒杯水去。你别跟我贫了，赶紧把我放下来。那么着急呀？非常时期，我就原谅你占我便宜了啊！自己能走吧？看来是不行。喂，这里是大王庄派出所，你找哪位？好的，陆科长，你的电话。找我的？找你的。你好，哪位？啊，虎子，什么事儿？啊，周雨涵已经被我们成功的解救出来了，你马上去报告周局长，最快2、3个小时就把他平安的送回去。还有啊，你务必保管好周雨涵的记录本，那上面记录着2个日本战犯的重要口供，非常有价值。听懂了吗？好。所长，饭给周雨涵送过去了。送过去了。哟，谢谢。那你忙您的，我走了。慢走。食欲够好的呀。是这样啊，我已经把你的事儿向周局长汇报过了。你看这样行不行？趁我现在还有点时间，你把抚顺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任务。你还要去哪儿？啊，等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再向您汇报，行吗？那好吧。这次我去抚顺之前，尽管我查阅了有关于苏联伯利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的记录，可是当我看到山口俊一的档案时，我立刻就发现了重大疑点。他的档案袋里只有一张登记表，而且登记事项那里几乎都是空白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战犯管理所的张所长告诉我，在日本战败之后，被苏联人关押在伯利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弥三和日军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已经在上个月由苏联人移交给了抚顺战犯区管理所。
和他们一同移交的还有900多名日本战犯。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我很兴奋，当即决定立刻提审山田乙三和川岛清。坐吧。山田乙三，山田君，我是春城市公安局。私は中国の公安。这次来，我是让你辨认一个人。就是他，你仔细看一下这个人，是否认识？知っていますか？はい、彼は知ってます。是的，他认识。那好，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全部告诉我。なら君は知っていることはすべて教えてください。はい。この人は山口純一です。是的，这个人叫山口俊一，是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一部的部长，医学博士，少将军衔。一部的职责和任务就是对多种细菌和病毒进行研究和实验。山田乙三，你所说的对多种细菌与病毒进行研究与实验，指的是哪些细菌与病毒？言ってることはどんな菌とウイルスなんですか？ごめんなさい。専門な人じゃないので。因为我并非专业人员，ウイルスの種類は所以对细菌和病毒的种类不是很了解，知道的不多。那你总该知道，在你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用的都是哪些细菌武器吧？知ってるか？はい。これらの武器は大体に分けて。这些武器大致分为包含鼠疫、霍乱、炭疽病、伤寒和肺结核病菌的各种类型的炸弹。那他们是如何进行研究和彼实验？らはどうやって研究と実験するか。僕はソビエ連邦軍事法廷で。这些呢，我在苏联远东军事法庭上做过陈述。一部的研究与试验，大部分都是在活体的受验者身上进行的。活体？你所说的活体，是否就是指的是活人？生きている人なのか？はい。是的。那他们在进行所谓实验的时候，你是否有在现场亲眼看到？現場で見たか？はい。是的，当时我是去视察，亲眼看到过一次。他描述了山口俊一在做活体解剖时的惨无人道。山口俊一认为，麻醉以后的研究数据是不真实的，所以他在解剖时，受验者发出的叫声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反满抗日志士，还有一部分苏联红军俘虏和给苏联提供情报的人。这些人都是由住在香港的731部队监狱统一监禁和关押，而这些监狱也是由山口俊一一手管辖的。山田乙三，我要你如实的告诉我，从1932年到1945年这13年的时间，731部队到底残害了多少这样的受害者？苏联的远东军事法庭上已经对此做出过统计，大概有3000人左右。他在撒谎，他们这些编织内幕的人全部都在撒谎，因为在他们战败之前就已经销毁了大批的罪证，并且把大量的原始实验数据还有设备器材全部撤回到了日本藏匿了起来。可是美国人却跟他们达成了交易，以保证他们免于起诉作为条件，把那些数据还有材料据为己有，让那些细菌战犯逃避了东京审判。这也是他们拒不承认全部犯罪事实的原因所在。我真没想到，这个山口俊一这么的可恶、可怕呀！真正可怕的还远不止于此。
你知道那个川岛清都说了些什么吗？他说什么？川岛清是731部队细菌生产部，也就是4部的部长、少将军衔，跟我们要查的山口俊一一样，都是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得力干将。他供称，山口俊一确系一部部长，并且很受石井四郎的赏识，经常派他去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你所说的特殊任务指的是什么？何ですか？举例说明。例を出して説明してください。戦争の時731部隊战争期间数十吨731部队制造了数十吨细菌武器。到底是多少吨？说清楚。一体何吨かはっきり言いなさい。ああ、僕は生産の担当だ。いくら我只负责生产， 8部で統計至于生产多少，由8部负责统计。具体的数字我并不清楚。接着说。続けて。戦時に必要なため。为保证战时所需，这些细菌武器都存放在东北的许多地方，知道的人很少。日本战败以前，山口俊一被石井四郎。彼は復帰する前に天皇は派去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在他归队之前，日本天皇就下了投降的诏书。从此以后，我们就和山口俊一失去了联系。那你知道他去执行任务的地点吗？任務を執行する場所は知ってますか？それは不知道，这是高度机密，确实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也许就不会和他失去联系了。那你知道山口俊一还有什么家人？山口俊一は他の家族はいますか？彼の妻は降伏少女をハフ他的妻子在天皇投降诏书颁发的那天晚上就自杀了。他还有个女儿，叫山口惠子。山口惠子，你见过她吗？会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ないです。没有。彼女はその時特攻科に捕食していた。山口惠子当时供职于日本特高课，是位高级特工，身份是保密的。他主要负责侦破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和处理抗日组织的特工人员。那关于这个山口惠子，你还知道些什么？山口栄子さんは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ある日。山口とお酒を飲んだ時，有一次我和山口君喝酒，平时酒量很大的山口君居然喝醉了，还痛哭流涕地喊着山口惠子的名字。我很惊讶，问他怎么了。山口君悲伤地说：“女儿走了，去执行陆军总部下达的特别任务，他担心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再三追问怎么回事，山口君只说了一句：“他已经变成中国人了。”变成中国人是什么意思？中国になったのか、何の意味ですか？私もそう聞いたんだ。我也这样追问过，可他就是不说。照片上的人你见过吗？この写真の人は知ってますか？ごめんなさい。非常抱歉，最近我的视力一直不好，况且也没有合适的眼镜，所以我不能确定照片上的人是不是山口惠子。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
非常抱歉。你给他看的是谁的照片？山口惠子。对，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是我从军统缴获的机密文件里发现的。可是川岛清并没有确认他就是山口惠子。尽管他当时没有确认，但是从他当时的神情还有举止上来看，这个问题他撒了谎。那你说，崔胜文一直苦苦追寻的那个麻雀，会不会就是山口俊一的女儿？山口俊一，山口惠子。你的思维还挺天马行空的，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如果是真的的话，那麻雀就有机可查了。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张所长又带我去见了一个人。那个人姓刘，是当时731监狱里面做饭的一个中国劳工。他在指认了山口俊一之后，又跟我谈了一件事情。日本人曾经让老刘做过一个蛋糕，山口俊一亲自出门把蛋糕端了进去。随后，老刘就听到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在感谢山口俊一。她说她没想到爸爸会送给自己这样一件生日礼物。这么看，山口俊一是有一个女儿的。可遗憾的是，老刘并没有见到她的模样。而就是这个日本女人在执行陆军总部下达的特别任务。我查到，这个山口俊一，他应该知道谁是麻雀。那也就是说，崔胜文调查麻雀的方向是对的，而这个山口俊一身上隐藏了太多的阴谋了。不行，我得马上去找崔胜文，跟他好好谈一谈，让他把他掌握有关麻雀的所有情报都交出来。因为现在不是他个人恩怨的问题了，这关乎民族大义和国家安危。值得注意的是，山口俊一是研究细菌武器的恶魔，山口惠子也就是麻雀，他的电台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春城，这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不行，我必须现在马上把你送过去。你来这里干嘛？我正好路过这儿，见里边挺热闹的，我就看了会儿。路过这儿，我以为你来这儿盯崔胜文的呢。瞧你说的，他要来这儿，不早让你发现了吗？你盯着我干嘛？我盯着你了吗？不会是你心里有鬼吧？林子里风大，别着凉。我很佩服你，在哪儿都能睡着。
谢谢啊。客气了。哎，我一直没倒出空来问你，张倩倩被杀的案子怎么样了？还没破，不过红姑有嫌疑，和625并案了。也不知道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那么多年没回家看看了，我能不担心我妈吗？哎，对了，你那个记录本里头写的那些文字跟天书似的，什么意思啊？你听说过达芬奇镜像字吗？听说过啊。达芬奇擅长用左手写反字，想探其究竟的人只能用镜字识别一部分，所以很多人也称它为达芬奇密码。但人家写的是英文啊，汉字也能这么玩耍啊？当然了，我是受他的启发，把注音字母的形状稍微改变了一点点，所以才有了只有我一个人才看得懂的天书。怎么样，我厉不厉害？不是你神气什么呀？不就是拼音吗？我还以为有多复杂呢。哎，还是穿上自己的衣服暖和。陆凯，你。周局啊，您别着急啊，我刚给大王庄打过电话的，他们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了，应该很快就到了。是啊，怎么说也有100多里路呢。周叔，哇！哎呀，我就出趟公差回来，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来迎接我呀？没正形，不知道这么多人担心你啊。担心？小周，我们听说你被迪特绑架了，我老担心你的，周局和大家都很担心你的。周叔，你是担心案子吧？甭废话，快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哎，这连续作战啊！你们这是连喘口气儿的机会都不给我啊？让你们都喘气儿，特务们都跑到800里地去了，快点！哎，陆先生，陆先生，这。升完睡了吗？啊，没有，在上面等你呢。整个情况就是这样，我汇报完了。从目前的情况看，崔胜文之所以要劫持山口俊一，是想从他嘴里获知麻雀的身份，而麻雀的背后是一个大阴谋。老周啊，我同意你的分析，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情况，要尽快向厅里汇报。陆凯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地说服崔胜文主动投诚，把他手里掌握的有关于麻雀还有山口俊一的情报全部都交出来，和我们共享，以方便我们尽快地追查到麻雀的行踪，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抗日烈士报仇。所以我建议将追查麻雀和625专案并案侦查。山口俊一被劫与竞争行动有关，但日特麻雀的身世与下落应另案侦查，不应并入625专案。周局，那对于那些已经暴露的敌特，咱们是抓是不抓？对他们不能轻易动手。那些我们已经监控的敌人，无非是敌人放在我们面前的幌子。如果贸然抓捕他们，等于是向敌人报了警，我们刚刚获得的线索就会被敌人主动掐断，这对625专案的侦破极为的不利。那张倩倩被杀的案子呢？我们也不动吗？这个案子的侦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要充分利用敌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侥幸心理，再继续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的表演，露出更多的马脚来。果然不出我所料，山口俊一是个恶魔，是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恶魔。既然你已经很清楚了，这一回一定要把他看好了，一定要吸取5年前的教训，绝对不允许让他逃之夭夭。二哥，你放心，就算他长了8条腿儿，我也绝不让他脱离我的视线。盛文啊，你想把山口俊一藏起来，是不是为了引蛇出洞啊？不仅要把他引出来，我还要把他抓着，把他千刀万剐，替我死去的那帮兄弟们报仇。痛快，我听着都痛快。但是盛文，我们可不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麻雀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如果说他也知道你并不会把他的父亲怎么样，他就稳稳地躲在暗处，欣赏着你心急火燎、上蹿下跳的表演，有没有这种可能？退一步说，如果他真的被你演出来了，你告诉我，你有多大的把握将他生擒活捉，接受正义的审判？我认为啊，要彻底清算山口俊一这对父女的罪行，仅仅靠你一个人的勇气是不够的。你单独行动，如果失败了，你想过后果吗？他们会加快实施罪恶的步伐，那样的话就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无数人的生命。你好好想想，我们只是刚刚的接触到了和他有关系的线索，他们就对周雨涵痛下杀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紧张了，他们害怕真相水落石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否则他们不会负隅顽抗、丧心病狂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那你的意思是？你真想听吗？交出山口俊一，你要主动去向人民政府自首，争取得到宽大处理。二哥，我答应你。我希望尽快。放开那个女同志！你们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可是公安局的。公安局的就了不起啊！快走开！地痞流氓！你们3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同志，你们还有理了？你们别害怕。
动！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该死的人！服毒自尽。敌人连续2天针对周雨涵的暗杀，让他意识到，他针对日本细菌部队的调查踩痛了敌人的尾巴。这么晚了找我来，一定有什么事儿吧？这么多天来，我一直为你提心吊胆的，生怕你有个什么闪失。用咱瞎想了。我今天看到我大哥了。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他们可是我的生死兄弟，而且没准以后还会成为我的好帮手。盛文，我再次求你了，放下仇恨，别再固执了。你也应该为我们想想吧。自从你隐姓埋名躲进深山以后，1年多了，我丝毫的希望没有看到。反而还闻到了危险的气味。我们趁这个时候一起走吧，去香港，去美国。我不求荣华富贵，我只求安安静静的，能跟你过平淡的日子就足够了。人这一生纷纷扰扰，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而已。你想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在异国他乡终老一生，可是有人不答应。谁？我那帮被日本人害死的兄弟们，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听到他们的冤魂在呐喊。崔正文，崔正文，替我报仇，替我报仇。盛文，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陪你在一起。崔胜文已经同意向政府自首，交出山口俊一。周局长，敌人劫持山口俊一，说明他与惊蛰行动有关。而麻雀是山口的女儿，恰恰在这个时候再次出来活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所以，我请求上级批准，将抓捕麻雀和捣毁惊蛰行动并案处理，一起找出那只麻雀的行踪，从而找出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巨大阴谋。你觉得怎么样？陆凯，你这个要求我不能同意。为什么呀？你能说说理由吗？你要什么理由啊？这还不清楚吗？我不清楚啊。我甚至都不理解啊。你不理解？我提醒你，你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老同志。是，你是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这不能成为你居功自傲的理由。
甚至你违反了组织纪律，你还浑然不知。哎呦，我居功自傲。局长，您得说清楚，我浑然不知什么呀？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个人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忽略了全局工作的重点。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破坏敌特的惊蛰行动，不是追查麻雀的下落。而你过分地夸大了崔胜文个人的作用，这还不够吗？我绝对没有。您冤枉我了，我向毛主席保证，我绝对没有。周局长，这个麻雀的存在，它不是虚构的，而且它会成为我们侦破惊蛰行动的重大阻碍。我承认，这一切都是基于我的设想与推断，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不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吗？即便是这样，你也不能违反组织纪律。那个崔胜文现在什么身份，你不清楚吗？他现在还是特闲，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你听着，你马上叫那个崔胜文回来投案自首，交出山口俊一，争取宽大处理。等我们主动抓到他，性质就变了。周局长，该跟您反映的，我都如实反映了。如果您只是简单的处理的话，那我只能向您的上级反映了。什么？嘿，你可来劲儿了你啊！你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也没用。侦破惊蛰行动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你和那个崔胜文的个人恩怨，给我无条件的靠边站。对了，你去告诉那个崔胜文，我现在3天之内给我回来投案自首，这是命令，否则我撤你的职。局长，我听您的。那个日本老头这2天怎么样？你放心吧，一切都很正常。我就是睡觉，也是睁开眼睛的。记住，如果我不在的时候出现什么异常状况，活了命也不能让他跑了。必要的时候干掉他，千万不要心慈手软。我知道了。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对不起，我拖累你了。你别这么说，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乔双，你来啦？有什么事儿说。为了弥补前段时间对你的考验给你带来的痛苦和不快，我决定了，把我最好的女朋友介绍给你。就算是对你的弥补吧。男人嘛，身边怎么可能没有女人呢？她28岁。燕京大学毕业的，无论是长相还是学识，那都称得上春城一绝。这样吧，晚上我就把她带到你家去，你把家里收拾干净一点，女人嘛，都爱干净，对吧？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要跟我施美人计是吗？你看错人了。要是没别的事，我可走了啊。哎，曹创。你急什么走呀？哎，你要是老这样的话吧，我倒是对你有一点点怀疑了。那只有共党才拒绝美人计呢，对吧？我不想听你废话。那要废话是二叔的指示呢？二叔让你明天就出发，带上你绘制好的地形图去澳门，这是二叔的意思。
让你俩假扮夫妻一道出行，为了掩人耳目的，还算是废话吗？长官，该用餐了。这都是你带的？是的，长官。长官是北方人，这次澳门之行，我担心长官对南方的食品吃不习惯，所以就准备了这些。这次南行，我们是在阴阳两界的边缘行走，稍有不慎，就要坠入阴曹地府。对此，你做好了准备吗？是的，长官。为了党国的复兴，山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坐。是，长官。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很可能会暴露他不该暴露的东西。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叫我长官了，以免被别人发现你军人的身份。当然，这也是为了安全。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很可能会暴露他不该暴露的东西。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叫我长官了，以免被别人发现你军人的身份。当然，这也是为了安全。那我是叫您亲爱的呢，还是 darling 呢？我觉得这样的称呼好像是更符合我们假扮夫妻的身份吧。这个你随便。是，长官。不，亲爱的，这次旅行，你是想和我做假夫妻呢，还是真夫妻啊？咱们这次的目的地很可能是刀山火海，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只有活着，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对吗？ Darling, do not want to say anything about the trip to Macau. 愿我们能活着回来。啊！来来，饭菜一会儿就到，咱吃完了就过去。亲爱的。 都听你的。我去。先生，你点的菜到了。这么快？
连顿饭都不让吃了。厅长，周局长说我居功自傲，我认了，我不辩解，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事儿，我辩解什么？可他批评我把私人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忽视了全局的工作重点，夸大崔胜文个人的作用，这个我坚决不能接受。老首长，当年我在军统潜伏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为我党我军搜集情报，同时向崔胜文靠拢，了解他的个人情况，争取并策划他向我军投诚。这是您布置的任务，周局长他不知道，所以我不怪他。老首长，通过我和崔胜文的接触，我了解到，他是一个为人正直，在政治上有独立见解的热血男儿。抗战胜利之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贪污腐败的事实，所以他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他接受了我对他的争取，向我军投诚。可是，在关键时刻，他突然诈死，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我承认，他利用了我们，利用了所有人。可这正是因为一个像鬼魂一样缠绕了他多年的人，杀死了他的30多个兄弟，至今还下落不明的日本间谍麻雀。而这个麻雀的父亲，极有可能就是日本731细菌部队的杀人恶魔山口俊一。哦，这可是个很重要的情报。敌特劫走山口俊一，我怀疑这件事情与惊蛰行动有关，所以我建议将抓捕麻雀并入625专案。从个人情感上来讲，这个建议是可取的吧？而且，周雨涵去抚顺战犯管理所了解的那些情况，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可提供这些情报的人是谁呢？正是崔胜文。老首长，据各种迹象分析，这个麻雀和山口俊一极有可能和我们正在侦办的惊蛰行动这个案子有关联。我们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去抓获这个麻雀呢？这样对我们侦破惊蛰行动这个案子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局长说我阶级立场有问题，让我转告崔胜文，如果3天之内不投案自首的话，就撤我的职。哎呀，怎么办啊？哎，老周这个人呐，脾气是急了点儿，但是他现在重任在肩呐，压力巨大呀，说话硬邦了点儿，也可以理解，你说是吗？嗯。再说，你是他的爱将，他骂你几句，嚷你2声就受不了了，不至于吧？咱们搞侦查工作的，有特殊的修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说呢？最近我们做了一项情报分析，国民党保密局也在积极寻找日寇藏匿在大陆上的细菌武器，恐怕这就和他们这个惊蛰行动是有关联的。关于这个崔胜文，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只要他投案自首，交代清历史问题，我们一定会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陆凯呀，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比消灭他的肉体要困难得多呀。再说，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抓获这个麻雀，那对揭露日寇的暴行和国际反华势力、反人类道义的行径，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你尽快安排我和崔胜文见面，由我去请示上级领导。行了，走吧。小崔啊，对于你我们还是了解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你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自发运用你的聪明才智，和残暴的日寇斗智斗勇。这一点，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以为你和陆凯都是自发的抗日行为？不是的。比如营救战俘和取证日本细菌作战部队的暴行，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交给陆凯的任务。而且，你这个人嫉恶如仇，
对国民党的那些贪官污吏，你是深恶痛绝。为此，他们还差点把你置于死地，是这样吧？所以，副站长，你们军统管天管地，还管到老子的警备司令部来？这帮当过的败类，不顾军人的荣誉，贪污腐败、欺男霸女。当国有你们这样的军人，悲哀！少他妈给我扯这些没用！告诉抗战8年，老子也是带着弟兄们低着脑袋打过来。老子现在只不过是弄了点汉奸的钱财，玩了几个他们的女人，这他妈的算个屁呀！啊，值得你3番5次的向上峰举报我？你果然胆大包天，保密局的人都敢动。保密局，保密局在我眼里算个屁！既然你敢摸老虎的头，那就要有被老虎拍死的觉悟。长官，先少他妈！当国的败类，军人的耻辱！当然，我知道你一直有一个心结，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开。就是48年10月，你决定投奔光明，在赶往和我军接头地点的途中，你的吉普车突然发生了爆炸，于是你就认为是我们不讲信用，是共产党背信弃义，搞了这次阴谋。我说的对吧？小崔啊，你一直追着陆凯，要能够证明那不是我们所为的物证。可以看看这个。这是你的兄弟曹创当年截获的电文，就是保密局下达的对你的密裁令。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截获电文的时间。当时曹创在抄收电文，这个时候你的吉普车已经出了门口，那就是说他在截获电文和你吉普车出门这2件事情，在时间上是重叠的。曹创为了营救你，他冒险用明码电报通知了陆凯。你投诚的意愿已经暴露了。陆凯为了营救你，立刻带人赶赴接应地点，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半路上有不明身份的人员对他进行了狙击，于是延误了他到达接应地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按照正常来讲，只有收到密裁令之后，保密局才会对你采取措施。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提前埋伏在陆凯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呢？小崔啊，你不要忘了，如果我们共产党真的要杀你的话，那当年警备司令秘密处决你的时候，我们就用不着出手相救了。你还记得46年秋天吗？张副官在密杀现场把你营救下来，他执行的就是我给他布置的任务。张副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直都想当面对他表示我的感恩之心。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在营救你的第2天，他就牺牲了。但是他的牺牲，同样也是为了营救你。虽然我已经命令张副官立即撤退，但是他年轻气盛啊，非要再回到办公室去取一份密件，把他带回解放区，不料被警备司令给扣押了。
敌人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但是张副官始终咬紧牙关，没有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营救你的内幕。狡猾的敌人恼羞成怒啊！为了撬开他的嘴，决定在他身上使用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引进的土镇剂，学名叫做硫苯水钠。这种东西啊，可以使人的大脑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可以在无意识当中对别人的提问做出应答。药效发作以后，说假话比说真话更加难受。但是张副官没有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他有意激怒了敌人，从警备司令手上抢下了注射器。这个结果啊，恐怕我们都能够想到。张副官用自己的牺牲，对你向上级申诉赢得了时间。国防部督察组经过调查，确认你是被那些贪官污吏给陷害的，于是给你平反，给你官复原职。我们的同志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回了你的性命，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共产党言而有信，保证守战。张副官更是视死如归，堪称仗义英雄。我崔胜文必将永世不忘，感念终生。啊，至于说到那次爆炸，我从来不认为那是个巧合。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永远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巧合。你吉普车爆炸，那是有人蓄意而为，其目的就是想挑拨离间，借刀杀人。而且我还认为，这个在你车上安放炸弹的人，一定是感受到了来自于你的某种威胁。你不死，他就要在恐惧当中惶惶不安。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当时是谁因为对你的恐惧和恨，一定要置你于死地呢？麻雀，就是那个日本间谍。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追捕。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间谍麻雀，我们是绝不会放过他的。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有一个信条，那就是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站住！转身！转身！行了，包拿过来。跟我走。你是曹创曹先生吧？是我。
东西带来了吗？当然。那为什么还不拿上来？你要不把这2盏灯关了，我绝不会把东西给你。而且我还提醒你，我们是来送徒的，不是来送死的。这要是动起手来，还不一定谁赢谁输呢。那就给曹先生一个面子，把灯关掉。2位请坐。来，坐。那个叛徒名叫田园，被他出卖的同志已经达32人之多。组织上要求你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旦发现他，立即处决。曹先生，可以把地形图交出来了吧？没错吧，田园先生？怎么？曹先生认识我？3年前，田先生的大名那真是如雷贯耳。作为军统春城站的一员，我十分荣幸地见过您的照片。我怎么对你没有印象？我对您却印象深刻呀，亲爱的，把香烟给我。哈德门香烟，来一根。来我进。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不说是吧？我说。说，我们是自由中国运动先导团的。什么自由中国运动？说清楚。自由中国运动是由美国中情局组建的情报组织，是他们对国民党情报局失去了信心之后才组建的。那田园担任什么职务？田园是我们先导团的副团长，是美国人委派的。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田园接受命令，利用保密局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代号黑桃 K， 潜伏到大陆，此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什么道？什么仓？说清楚点儿。道是指他利用特派员身份，联络东北各地国军残部举行暴动。仓就是把东北潜伏网集管到手里，为第三方势力美国人服务。去你妈的美国人吧！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别动！把枪放下！别放下！别放下！放下！带走！往门口走！快走！走！走！快走！快！
小崔啊，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还想提醒你一点，现在是人民的新中国了。我们说什么话、办什么事，都要守规矩、讲章法。你说呢？长官，我崔胜文是明事理的人，我知道向政府自首是我唯一的出路。从今往后，我崔胜文随时听命于您的调遣。小崔啊，千万别叫我什么长官。你和这个陆凯不是兄弟吗？那从今以后，你拿我也当你一个兄长，怎么样？厅长，之前保密局的人联系过我，那个光明电料行的马掌柜是保密局的人，他曾经代表二叔劝说我参加惊蛰行动。我可以打入他们的内部。不急，具体的工作方案嘛，我们要研究清楚。李厅长，我还有一批从保密局带出来的档案，希望交给你。另外，那个日本战犯山口俊一在我手里。我知道，但是现在交接会给你造成危险。那批档案暂时存在你那儿，具体的交接工作安排好之后，我会让陆凯通知你的。来，咱们握个手。小崔啊，今天这次会面，我把它视为绝密，除了周局长和陆凯，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会尽快核实你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审查。谢谢您，李厅长。想什么呢？我在想，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有无数个像李厅长这样睿智仁义的好长官。这只是你的初步印象，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共产党会打败国民党。因为我们共产党团结一心，而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离心离德。二哥，你这番说教的话，现在听来还挺顺耳的。事实胜于雄辩。此前，你是否见过那个田园？我没见过田园。那你为什么开枪打死他？我虽然没见过他，但是我知道他的底细。而且我的接头指令告诉我，跟我接头的人绝不是什么自由中国运动的人。这个田园，他原本就是共党的叛徒，可没想到他狗改不了吃屎，现在又阳奉阴违，投靠了自由中国这个所谓的什么运动。这种党国的败类，人人可诛之。曹先生，你这一枪打得好，打得痛快，既为保密局铲除了后患，又大大提升了全局上下的士气，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请问您是？啊，我是保密局香港站站长季昌杰。曹先生，让您受惊了。曹先生，季某之所以如此，的确也是迫不得已呀，见谅啊。老闯摔摔打打10几年，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好，曹创，鉴于你在历史和现实中出色的表现，保密局已呈请蒋委员长钦点你为少将军事特派员，出任反共游击总队的总指挥一职，全面负责党国在大陆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与惊蛰行动紧密配合，迅速打开局面。哎，
这是你的委任书。感谢上峰栽培，曹创愿为党国冲锋陷阵，在所不辞。曹创，这个反共游击总队的班底系张家口保安旅旅长陈世明的残部，人数大约有300之余。他们被共党击溃之后，转战到春城一带。国防部已明确示意，你是钦差大臣，有封官许愿的权利，一切以策应惊蛰行动为最终目标。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成本和手段。曹创明白，绝不辜负党国的重托。好了，也好了，马上就好。你看这个共党折腾的，分区停电，分区停电的，有用吗？哼。好了。哪来的？国防部，他们委派了一名军事特派员来春城，组织一次暴动，来配合惊蛰行动。特派员的代号叫黑桃 K。我看他们除了用人必疑的把戏之外，什么都不会，还特派员。你说这个特派员来春城，肯定是来制约二叔的吧？那二叔的权力肯定会受到限制啊，怎么办？管他怎么办，先向二叔汇报了再说。那个曹创回来了吗？还没。喂，啊，是我啊。怎么的？外婆生病了，严不严重啊？你们已经找大夫去了哈？啊，那行，好，我会到你们指定的地方去接她的。哎，好嘞，妥的。根据截获的情报，一个代号黑头 K 的特务，已经以探亲的身份被杀。至于他什么时候进入我市，还要等上级的地形通报。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对这个人要严密布控，要尽快的查找与他接头的那个人。首长，有什么发现？我在澳门见到了您说的那个田园，我把他处决了。据他的同伙交代，他们是自由中国运动的成员。自由中国运动是美国中情局新组建的情报机构，美国人委派他利用台湾保密局特派员的身份潜入大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美国试图渗透惊蛰行动。看来美国中情局收买了保密局的军事指挥官。迪特这次给你安排了什么任务？他们让我取代田园，成为新的特派员，代号黑桃 K。好，我们要掌握中情局对惊蛰行动的渗透情况，获取惊蛰行动的最终目的。明白。你来的正好，走，到我那喝茶去。哎，我现在啊，没心思跟你喝茶。哎，是不是陆凯
为崔胜文的事儿向你告状了。那不叫告状，那叫如实汇报情况。什么汇报情况？这个陆凯呀，他哪儿都好，他就改不了这个先斩后奏的毛病，这讨厌。这次情况特殊，他跟崔胜文是在猝不及防当中遭遇上的。陆凯随机应变，及时稳住了崔胜文，并且劝说他向政府自首。崔胜文也答应了。这个山口俊一身上隐藏的秘密，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认为崔胜文追查麻雀和惊蛰行动是有联系的。你说的都对，可以得按组织原则来吧？啊，他得先投诚，我们经过审查才能使用。我找他谈过了，他态度不错，表示愿意按照我们的规定办。你跟他谈过了？你，这小子抗战的时候立过不少功，是个有血性、有正义感的汉子。看出来了，就是有点桀骜不驯啊，身上有旧军人的习气。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他改过来。明白了？明白了。真明白了？不明白也得执行你的命令啊。好，喝茶。走。哦，对了，这个调查崔胜文的事儿，让陆凯回避，让刘宁去办。刘宁脑子活，原则性强，办这个事儿可靠。崔胜文的事情，上级已经做了指示，啊，你去找他，让他把失踪1年的情况写一个报告，以便组织审查。你呢，一定要注意工作纪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要掌握好分寸。刘宁，你看，这是崔胜文写的材料，把他这1年来的情况全部写在里面了。你的任务呢，是逐一把他们查清楚啊，重点要搞清楚他的历史情况、政治品质，还有思想觉悟。通过分析评估，然后做出判断，我们下一步怎么使用它。明白？去吧。是。长官好。以后不要叫长官了，啊，这位是春城公安局的周局长。报告周局长，原国民党保密局春城站行动处处长崔胜文弃暗投明，正式向政府自首。你这个野狼，名气不小啊！你能顺应潮流，追求进步，回到人民的阵营来，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胸怀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一定会容得下那些虽然思想滞后，但是已经想到向前看的重生者。希望你为了新中国的安全，为了人民的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是，绝不辜负各位长官对我的厚爱。你已经通过了组织的审查和考验，你对自己的历史交代得很彻底，身上也没有人民的血案。经研究决定，特批你以专案组外勤人员的身份参加我们的工作，在专案组的直接领导下，重点展开对日本特务麻雀的侦查，要服从指挥，敢于拼搏，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胜文理当不辱使命，全力以赴，为国为民效力。好，我要强调一下，今天这次谈话将被视为绝密，今后陆凯作为你的上线，
单线和你联系。明白。崔胜文按照李厅长要求，把山口俊一转移到陆凯指定的位置。胜文，为了配合你以后的行动，我们只能在秘密联络点周围布置暗哨。老东西，到地方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经过连日来的排查，这几个都是疑似的敌特联络站。大王镇的那个联络站已经被我们捣毁了，抓捕了20多个敌特分子。经过审讯，这20多个人都不知道惊蛰行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们也都是按照上头的指令在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能够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那个邱福臣呢？跟他关系密切的那些人都怎么样了？他那边倒是有眉目了。我建议立即密捕邱福臣，捣毁这几个已知的敌特联络站。还不到火候。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抓的都是一些虾兵蟹将，先不要急着动手，要放长线钓大鱼。对那个邱福臣，要严密监控，静观其变。是。上级通报啊，现在敌人的活动到了一个节点，我们要密切配合老姨在敌人内部的行动，绝对不能出纰漏。周局，这个老姨到底是个什么人？哎，肯定是个狠角色，老厉害了。我也这么觉得。我估计啊，咱们当他的学生都不够格。哎，提醒你们啊，出了这个办公室都给我闭嘴，谁也不许说，听见了吗？这是纪律。